當你覺得世界與你為敵，請記得，轉角的光明往往在最絕望的時刻降臨。那天，一切從一個異常安靜的早晨開始。窗外天色灰蒙蒙的，屋子裡一片沉寂，電力系統在深夜悄悄罷工了。沒有咖啡機的呼喚，沒有音樂，只有手機微弱的最後電量提示。他對着鏡子，用冷水拍了拍臉，告訴自己，這只是平凡的一天。出門時，隔壁的興奮室友，一隻熱情過頭的古代牧羊犬，給了他一個滿是口水的擁抱，順便在他的米白色大衣上簽了2個泥巴印章。公車上，有人不小心打翻了剛買的熱美式，深色液體在他褲管畫出抽象藝術。衝進辦公室時，電子鐘剛好跳過9點，主管從熒幕後抬頭，給了他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。上午的部門會議，空氣突然凝結。主管宣布職務調整，他負責長達半年的企劃案被無預警移交，由一位擅長交際卻不善細節的同事接手主導。團隊成員面面相覷。午餐時間，大家自然地成群離開，他彷彿成了透明的存在。獨自坐在便利商店靠窗位子，咬着三明治時，手機震動，長期合作的廠商傳來訊息，因總公司政策調整，下季度的合作計劃必須終止。窗外開始下雨了。下午收到家訓，外婆最近常望着窗外發呆，喃喃說着舊事。他盯着那行字，眼眶微熱，卻在家族群組裡回了個笑臉貼圖，和周末就回去陪他。傍晚下班等公車時，手機跳出一個 LINE 的動態通知，是那個藏在心底多年的人在朋友群組裡上傳了一張雙手交握的照片，配文簡單，我們決定開始共度餘生。雨越下越大，小小的候車亭裡多人在等候，公車遲遲不來。他走進雨中，決定奢侈一下藍布計程車。沒走幾步，他踏進水窪，高跟鞋的細跟陷進磚縫，輕輕一聲，咔，鞋跟斷了。他拎起壞掉的鞋，赤腳站在其樓下，雨水打濕了他的褲腳，也終於打濕了他強忍一整天的眼眶。就在這時，一把深藍色的傘忽然出現在他頭頂上方。這雙拖鞋也許不合適，但應該比赤腳好。陌生的聲音溫和地說。轉頭是公司新來的同事，手中提着一個印有便利商店 logo 的袋子，裡頭安靜躺着一雙全新的藍白拖鞋。我剛好看到你的鞋跟。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補充，尺碼可能不對，但總比沒有好。他愣住，眼淚混着雨水滑落，卻第一次笑了出來。手機在此時響起，中午終止合作的廠商來電，雖然總公司政策如此，但我剛才推薦你去我們合作夥伴那邊，他們正開出高薪在找有你這樣經驗的人才，我傳聯絡方式給你。他還來不及回應，另一則訊息跳入，是那位宣布共度餘生的他。那張照片是我姐姐的訂婚戒，她不好意思自己发。另外，我聽說你外婆的事，如果你不介意，這周末我可以開車送你回去嗎？我恰好也要回同個縣市。他盯着熒幕，手指微微顫抖。回到家門口，發現一張貼在門上的便利貼，看到電表箱異常，已聯絡管委會處理，明天師傅會來。今晚若有需要充電或熱水，歡迎來按我們家門鈴。鄰居夫婦留。打開門，屋內竟已恢復供電，暖黃的光瞬間盈滿整個空間，冰箱輕輕運轉着，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過。原來生命有時像一場迂迴的迷宮遊戲，你以為走進了死胡同，渾身濕透，精疲力盡，卻可能在最後一個轉角發現一整片為你綻放的星空。不是所有美好都如約而至，但那些沒有擊垮你的混亂，往往正在悄悄為你鋪路。重要的是，在抵達之前，你能否耐心守候，相信轉角會有光。